下什么时候过越南？差不多啊，我也想在河口这边稍微看看，然后反正就这一两天嘛，就准备过去。我也是，那不是我最起码要，比如说签证要3天。签证要3天吗？要等3天是吧？最起码得3天。我签证已经签完了，但是我想到了口岸那边稍微走一走，熟悉一下再过去。最起码要3天。是要等2、3天没错。那么我是说，看看越南人其实这如果没有拜那个过海关，他要小路，这里有条小路，他有越南人可以摆渡的。但是说最好不要去，因为什么？语言不通，万一碰到警察什么？对，万一碰到抢劫呢之类的。不是抢劫是没事，越南很自然的，但是说碰到警察，你说也说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你到了以后要落地签呢，要继续去找领事馆签证就是了。你落地签嘛，到越南以后还要去越南那边签证。不知道是我。但是你最好通过关口能过就通过关口过嘛，是最好的。不知道那个越南如果没有签证，你到那边签麻烦的。对，如果签贵了，最好你是签证先去。我挨接这个海关的时候收小费，是吧？这样的情况。都要小费吗？小费你有签证的也要小费是吧？越南人高兴不高兴呢？高兴的话，他说10块钱，我上次没给，他要10块钱，100多块钱。他会直接跟你要是吧？同等，他要的10块。如果不要，我看网上说了，如果你没有主动给的话，他就会给你翻包啊，这样弄得你很难通过是吧？然后你给小费就比较好过。比如说，假如说你在越南现在回国，他小费收的很高。这样的，坐飞机，特别坐飞机挨接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样那样搞一下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还有你带的什么东西，是不是超过他范围了，要给钱，越南人是很腐败，就是这么。也是。你一般情况下，这里去嘉陵可能河内那个火车站在客车站。那你每次办的都是一次的哈，一次签证的是吧？一次。一次比如说1个月还是3个月？如果找了越南老婆子的，最好办3个月多次的，是不是？证件麻烦的，证件不能。你是平时都是办3个月的，是吧？3个月单次。3个月的期限，然后就只入境1次是吧？如果不行，我可以偷渡。那偷渡，比如说不在那边，就比如说那个警察，比如说在那个怪卡是吧？他在的时候不要过，不在的时候你再翻过就是中。这样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多次的话，我从偷渡过来。那你现在有多次的签证可以直接办呢？我办的就是多次的签证。那你比如说你现在是要多花钱就是了。不是，你现在没有找好。如果找好的话，你是来回也很麻烦的。那每次你哪怕出境过境，每次都要去登记。对。每次都登记。那河口那个边贸这边做生意的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比如说每天有什么商品拉过来？他是便民证。那便民证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办，还是说只有？对。只有。他越南那边，比如说靠近中国这边的，有便民证；这云南这边有便民证。便民证谁都可以办，还是说只有本地的居民，附近的居民可以办？我的意思是，便民证都可以办吗？都可以做。我们也可以办吗？出入证。对，出入证呢，谁都可以办，就给钱就是了。给钱就是200块钱。就出入证。出入证也很方便的。那边只能待7天。7天以后你必须回来。回来呢，再过去嘛，反正一直都能用的，要给200块嘛，是吧？那挺好的。他比如说那边，比如说有做生意的，有什么邀请函啊，住宿登记啊，就是慢慢长期变成长期居住了。对。华侨了。对。那一带我看是不是你在海关应该了解吧？海关那边关口那边是也有每天都有很多的经贸往来。对。我
那网上说的越南人跑过来是啊，现在8点钟开关嘛。8点钟开关，8点以后就很多人涌过来是吧？有些过来的不一定。这个啊，不一定是。有些过来的不一定是从正常途径过来的。他有的也有偷渡过来的嘛。就是说有点小车过来，每天做生意啊，做车回去，就这样。开盖之后。他反正有边民证，你这么一说的话，反正办个边民证还是很方便。方便，有些是图钱省钱，他本身就是边民，不是说像就是图个方便嘛。他就说像缅甸跟中国一样，他本来是南山那边靠岸走的。他不走，他小路过来，早上从小路过到中国，我下午从小路回越南。就是为了省钱。就是说，工作一样，比如说那边摩托车开过来，从山路过来，到中国，下午山路回去，他工作个一天到个这样。他那个边民证的费用，你说100-200是每个月100-200，还是说办了一年？还有价格还是挺实惠的。还有健康证。还有什么证？健康证。结婚证。健康证。是体检。健康证。中国。健康证的东西好像是也没有真正的。他是交钱，都说白了就是为了弄个名义套点钱就是。交钱。你现在还没还钱？我已经办好了那个护照，那个签证。不是说换钱。还没换，你换吗？我没见过。你没去看？越南盾是吧？没见过。不急了，我在河口那边，走一走再说。哎呦，这个金额，这个是多少钱？相当人民币是。你能没有真假的钱吧？这个。越南没有假币的。没假币。越南人，哎呀，他说做假币的成本。这是5万吗？5万。5万相当于多少钱？人民币15块不到，10多块。那换算钱不是算的头晕脑胀？这个怎么算呢？他就是说买东西，比如说，买个菠萝1万越南盾，买1万5，这样。坐公交车2万。这些都是这全部都是啊。这是多少？2万越南盾。2万。最大面值是5万。我弄糊涂了，这个1块钱等于多少钱？好像是0.3越南盾。就是比如说10块钱能换多少钱？3万越南盾。3万元。3万越南盾。3万10块钱就是3万元是吧？好像3万越南盾。3万越南盾是3.3万。这个相当于现在是5万块，相当于人民币是你刚才说是多少钱？15块钱是吧？15块钱不到。这个东西是这样。刚刚开始的话，因为那个差太大了哈，有的时候还你买东西一般情况下，他越南人是按公斤算。按公斤算的，物价不高吗？物价不高，物价不高。大米是吧？我给他10块钱，很多的大米。但是说越南也有贵的，海鲜各方面的吧，像海鲜也有。但是说，像网上说的，我感觉呢，不是说穷游越南，都是家里有钱的人在那里搞。说是穷游，我看看是不是啊？我比如说我带了几百块钱去，越南富的人很富的。生活成本会很高吗？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不是旅游我知道。旅游等于无底洞，你看你怎么用，你跟团或怎么样，他拉你到高消费地方，一下子就没了。他一般情况下，比如说路边吃米饭是5万越南盾。吃一顿米饭。他是2个鸡腿啊。正常情况下，还是说跟旅行团的时候这个？这个人。正常我们去吃饭就是5万的越南盾，就是15块一顿啊。15块。跟中国也好像差不多。还有越南米粉，都是越南什么春卷，
这些东西中国都有的，但是说那你说他们那边收入水平比中国低，但是他的消费也这么高，那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？消费这么高，你一顿但10多块，他是因为他不提高，他是说白了增加税收。是什么？就说你越消费这么高，本国人他是很少去，本国人自己在家里吃饭。越南本身自主自给嘛，有些只是他的工业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发达。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你去吃饭其实也是有针对性的，大部分人还是给游客吃的多。游客不会吧？他不是大众化的，这样就是大众化的我们大家都很忙，然后就快餐店去吃个饭，不是这个状况吗？偶尔嘞，就是他还有越南人有个不存钱的习惯。挣了多少钱就花。花多少钱。挣就花，然后没钱马上就赚。他可以向国家贷款。他就是说这个方式，比如说没钱了，我去。国家能贷款得到是吧？能贷到。在这点的话，你看，这个比中国做得更好。对。就是说没钱，家里穷得很的。我去银行去贷款，还过来还债，就举债。很容易贷到款是吧？对。中国的贷款都是一些钱柜集团才有机会贷到款，有的时候你想借点钱的话，家里他是可以申请银行贷款。